这处专为亡魂开设的旅店，女子因饥饿离世，旅店供应其无尽佳肴，男子死于严寒，便于此得以温暖炉火。至于那位老妇的终末，至今仍让我百思不解。步履轻盈的女子，正是此鬼旅店的掌门人，名叫张满月。她既非凡人，亦非幽魂，拥有永生。她对金钱的爱恋也不加掩饰。一位意外的访客在夜幕下抵达旅店，明显非亡魂，却能窥见旅店的真容。正当他弯腰系鞋带，一位徒步的女鬼从他眼前掠过，直接步入旅店。男子见状，亦步亦趋进入。旅店内部的奢华让他目瞪口呆，随即选择与刚入住的女鬼对坐，不知其为鬼魂，竟与之交谈起来。随后起身漫步旅店，在走廊间，他遇见一条金蛇，本欲据为己有，终究还是作罢。但他刚离开，金蛇竟生机勃勃，悄然追随他。漫步至一枯木前，树上孤生一朵奇花，想为儿子寻得生日之礼，便打算采摘此花。却在此刻，一阵狂风将他吹倒，接着一双高跟鞋踏压其胸膛。原来是旅店主张满月到来。他察觉他似乎窃取了什么，男子便称并未盗取何物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金蛇诡异地从他体内蜿蜒而出。张满月决意结束他的生命，男子跪地哀求。陈树上有柚子待养，男子注视着自己逐渐变得透明的身体，心中充满恐惧。原来他在进入旅店之前，不慎从楼梯坠落，魂魄出窍，茫然进入。此刻他仍在医院紧急抢救中，若不及时返回，或将永远失去机会。此时张满月注意到千年不战的铁树为他绽放一花，或许命中注定。张满月决定给予男子机会，唯一条件：20年后他的儿子须归于此旅店。男子考虑到自己尚不能死，柚子还需其养育，于是接受了满月的条件。满月的指尖轻触，男子复苏。他天真的认为这只是一梦。出院时目睹一女警官的葬礼，正是旅店中所见之人。随后发现银行存款多出1亿，这才明白并非梦境，他真的将儿子许给了旅店。他意图反悔，带着儿子四处寻旅店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女子自河中现身，上岸后见另一自己尸横沙滩，方知己身已逝，转而望向置己于死地之人，心中充满哀伤的闭上了双眼。随着月亮的升起，他化作水中之鬼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月升，旅店开启营业，名为德鲁纳旅店，专门服务于亡魂。长袍飘飘、步履生风的女子，即是德鲁纳旅店的主人张满月。相传她永生不老，不属凡间。心智女鬼抵达旅店，被服务员引领乘电梯而上。她生前为警察，因正义之举而命丧。冥途中，她将享有豪华轿车相送，为正义牺牲的灵魂，来世必定负责身后。但她不愿轻易离去。满月警告她，若扰乱阳世，来生或堕畜生道。女鬼表明非为复仇，只求正义得以彰显，愿满月伸出援手，处理她未尽的阳世事务，用凡界的财富结算。女鬼在阳世是否拥有充足资金？随后，女鬼摘下头顶的蛋壳，递给了满月。在市长颁奖典礼上，满月身着一袭紫裙，肩扛98K 步枪，踏着20厘米高跟鞋。市长对准满月，示意他放下武器，但众人皆看不见他，唯独市长能。满月手法熟练，举枪瞄准，扣下扳机。市长惨叫，声称中枪，但众人仍旧看不见。市长检查自己胸口，并未受伤。市长身后，女鬼显现，只有他能见到。市长惊慌失措，从台上坠落，同时坦白了罪行。女鬼泪流满面，目的已经实现。满月大步离去，携步枪消失于人海。20年飞逝，昔日柚子已长成壮年，今日是他的诞辰，却有些失措，因为每年生日都收到令人恐惧的礼物——月见草。今年附有一张卡片，是德鲁纳酒店的任命书，明日起在此上班，并标明了酒店地址。灿星感到恐惧，因听父亲所言，这是一家服务亡魂的旅店，他将月见草扔进垃圾箱，急忙赶往地铁回家。灿星穿越拥挤人群，走进另一个车厢，那里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场景。本应拥挤的车厢内，只有一位黑衣女子，正抱着她抛弃的月见草，坐下试图保持冷静。他意识到，这位女士正是寄送月见草的人，也是父亲屡次提及的恐怖女性。灿星谢绝了满月的工作邀请。听闻此言，满月颇感不快，放下月见草，缓缓起身，步步逼近灿星，每一步皆令灿星感受着煎熬。微抬他的下巴，轻轻向他的眼睛吹了气。满月宣告将赠予他不同寻常的生日礼物。他惊慌地离开了车厢，内心涌动着恐惧感。回家迅速打包，准备一夜之间逃离此城。突然感到眼睛极度不适，揉搓着双眼，随后目睹一位戴墨镜的女性出现在他面前。当女性摘下墨镜，他惊呼，眼珠子消失了。他立刻逃跑。女鬼步步紧逼。满月送给灿星的特殊礼物竟是阴阳眼。女鬼的鬼魂始终跟随着灿星，他边跑边叫，最后匆忙藏进一个角落。满月出现在墙头，抛下一颗小石子，在转角遭遇所谓的爱。女鬼再次出现，正当灿星恐惧到极点，满月突然捂住他的嘴，女鬼这才转身离去。原来是被声音吸引而来。满月是否就此放过灿星？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灿星会遭遇更多鬼魂。直到他同意加入德鲁纳酒店为止，一只老虎出现在女孩面前，审视着她。
但他并未表现出伤害他的意图。女孩天真的以为他是只大猫。老虎似乎有话要对女孩说，这时女孩的母亲赶到，但奇怪的是，她并未见到老虎。与此同时，满月也感知到即将有一位特殊客人来访酒店，便准备前去迎接。你的直觉是对的，这位不寻常的来客正是那只老虎。事实上，老虎已经不在人世。满月在酒店门前静候着他的降临。老虎与满月凝望了片刻，却显得无意踏入酒店之内。次日，满月领着灿星前往他私人的车库。正如你所料，这些豪华车辆全都属于他一人。在路途中，灿星好奇询问满月目的地为何。满月回答说是去捉老虎。灿星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，但满月的神色让他知道这不是玩笑。他们抵达了展览馆，老虎的遗体已被制成了标本。这是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只老虎，因为环境不适和缺乏伴侣，最终孤独死去。调查显示，老虎是作为礼物献给了会长。为了让老虎的魂魄得以安宁，他们决定去拜访会长，以了解更多。与此同时，正沉睡的会长被声响惊醒，缓缓睁开双眼，发现一只巨大的老虎在床边行走。他天真的认为这只是一场梦，没意识到这其实是老虎之魂在纠缠他。紧接着，满月和灿星拜访了会长的家。面对会长，灿星不免感到紧张。满月扫视了屋内一圈，直奔会长的卧室，一眼便看到了那幅画。会长解释称，这是他访问朝鲜期间为了友好关系而收到的礼物，包括这幅画和一只来自长白山的老虎。突然，灿星在房内看见了老虎的倩影。会长透露，他近来总是做关于老虎的梦，并感觉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。满月表示他有能力治愈会长的疾病，但条件是必须将老虎标本送回其故乡。会长表示，基于两国的友好关系，暂时无法归还。话音未落，老虎的怒火和不甘展露无遗。善良的灿星希望能阻止这一切悲剧的发生。满月愿意相助，但他要求那幅画作为报酬。灿星误以为满月在趁机敛财，坚决反对。次日，灿星单独前往会长的住所，打算将老虎的情况告诉会长。此时会长已经痊愈，他告诉灿星，在他之前满月已经来过，并取走了那幅画。这时灿星恍然大悟，长白山的画与长白山的虎不可分离，只需将画悬挂在老虎标本前，老虎便能顺利返回故土。满月在展馆里挂上了画，随后释放了老虎的灵魂，老虎随即向长白山的画走去，而画中凸现出一只生动的老虎形象。满月之所以要这幅画，并非因为它的价值，而是因为它对老虎的特殊意义。灿星意识到自己误解了满月，遂发信息致歉。自从满月赋予灿星阴阳眼以来，他不论是用餐、回家、乘电梯，甚至白天上班，都能看见鬼魂，只能强装镇定。今日格外重要，他的老板要介绍几位 VIP 客户给他。正当他准备迎接时，那个戴墨镜的女鬼再次出现。他心想，只要保持沉默就好，但对客户怎能不言语？一旦开口，女鬼便会扑来。老板在旁边不断催促，他焦急万分。突然，他张开双臂。次日值班时，他打算调整心态，好好工作，但在转身间，突感旁边的铠甲勇士仿佛有动静，回头查看之际，心中默念，视而不见便好。行至空旷走廊，突闻脚步声，回头却不见人影，不禁加快步伐。他的步伐加快，身后的脚步声也随之增速。他不再前行，站定不动，回过头去，他发现是一位顾客询问洗手间的位置，这让灿星舒了口气。在引导顾客的过程中，他看到铠甲勇士出现在对面，而顾客却视若无睹。此时，灿星想起满月曾警告的话，遭遇怨念深重的鬼魂可能会致命。灿星转身逃跑，但铠甲勇士步步紧逼，他被迫退至一根柱子旁。正当他濒临绝境时，满月出现了。只见他挥手施展掌力，将铠甲勇士压制在柱子上。他轻巧拔下发簪，灿星目瞪口呆。满月轻轻一挥，铠甲勇士化为尘烟，灿星随即晕厥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德鲁纳酒店。灿星询问满月自己是如何来到酒店的。满月神秘一笑，原来他晕倒后，满月召唤了服务员借体而来。灿星走进大堂，发现眼前的酒店与记忆中大不相同，这才是德鲁纳酒店的真容。他们登上天台，灿星向满月表明了加入酒店的决心。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一对男女驾车前往宾馆时，天桥上突然坠落一人，正好落在他们的车上，女孩当场身亡。问题是，这位司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？他们未曾留意，女孩的好友手持项链，目睹了这一幕，随后慌忙逃离，一路奔回家中。此时他躺在床上，手中的项链让他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突然感到有液体滴落在脸上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他缓缓转身，只见小美的灵魂正悬于天花板上凝视着他。又那惊恐的跌倒在地，爬起来后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分身，他注视着自己透明的双手，失措地站在那里，不明所以。小美成功夺回了项链，并占据了佑娜的躯体，而佑娜变成了流离失所的鬼魂。次日，他们重返天桥之上，佑娜试图夺回自己的身体，但她触不到小美分毫，恰巧被路过的灿星目击。佑娜发现这个人能看见她，决定寻求他的援助。
转瞬间，他出现在道路中央，灿星紧急踩下刹车。等他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佑娜已经坐在副驾驶座位上。他对着小美请求灿星帮助夺回自己的身体。接着，灿星将佑娜带回酒店，寻求满月的帮助。满月先是责备他不专心任务，反而自寻麻烦。但得知佑娜出身富裕家庭后，他立刻改变态度，准备返回家的小美。惊见他们在家门前匆忙逃离，灿星目睹这一幕，紧随其后。小美试图通过跳桥自尽来毁掉这副身体，却被灿星制止。小美向灿星揭露了事情的真相，他们原来是同班同学。佑娜贪恋小美的项链，强行夺走。她嘲讽小美这样的贫困学生不配拥有如此美丽的物品。争执中，小美击打了佑娜一拳，佑娜在愤怒中将她推下了桥。知晓真相的灿星逐渐放开了双手。小美回忆不起事后发生的事，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佑娜的身体里。小美询问灿星是否意图夺回身体，灿星沉默不语。小美含泪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死者。灿星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后，深感懊悔曾帮助佑娜的灵魂，决定将项链还给本人，让不幸的小美继续以佑娜的身份生活。他转过身来，发现满月已站在天桥之上。他怒吼着质问满月，满月平静地说项链已交给他父母。灿星望着小美，心中充满失意，他感到束手无策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早在不久之前，佑娜和满月找到了那枚项链，他打算用它来交换自己的身体。知道父母的他对满月说可以随意讨价还价，因为他知道他们会同意的。满月便把佑娜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他父母，证据掌握在他手中。他向他们提出了2个选择：一是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让佑娜受到处罚；二是用金钱封口，并销毁那条项链。佑娜的父母毫不犹豫选了后者，他们决定在院子里摧毁那条项链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旦项链毁了，佑娜的灵魂也会随之消散。佑娜急忙回去阻止他的父母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随着项链在火中慢慢融化，佑娜的灵魂也开始逐渐消散。这家面包店非常受欢迎，这里面包的秘诀是鬼魂揉制的面团。一位朋友听说后，买了2袋面包让灿星尝尝。他戏谑地对灿星说：“这鬼做的面包真是美味啊！”灿星告诫他别开这种玩笑，但就在下一瞬间，墨镜女鬼再次出现在灿星面前，确实是他揉制的面团。灿星惊呼：“为什么他会来到这里？”朋友看到灿星自言自语的样子，认为他是工作压力过大。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吃的面包正是这位鬼魂揉制的，因为他死后一直留在面包店里，只是为了找到那个生前耐心为他挑选面包的人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那位面包小哥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慰藉。他生前虽然盲目，看不见面包小哥的面容，却能通过触觉去感受。现在死后，终于可以用眼睛去看他。他之所以再次找到灿星，是因为今天他将乘坐奈何桥的巴士离开，但他还未找到那位面包小哥。知道这个原因后，灿星立刻赶往酒店寻找满月帮助。满月深恶灿星多事，他拒签告令速离场，灿星却强握其手不放，待他签下了那姓名。随后2人至糕点铺，女鬼昔日不识面包郎，记得的是那手温暖，感觉全凭双手传。女鬼将手付于灿星掌，玉手师傅就强拉其手，摸索着，闭目又摸探。非他，换下一位，同样直拉过手，手转试探，亦非他，更换又一人，借换名片之机会，又摸过此人之手，仍非他。于是他被当成疯子钳制。适逢有人来解围，遂得脱身。有人透露，那郎已更换了工作地点。灿星终于找到小哥带女鬼握手，如同女鬼自己在握。女鬼心满意足。灿星离店后，满月赴邀共餐。餐间，灿星向满月夸耀善举，满月却言鬼魂记忆混乱不堪，他遗忘了自己死亡真相。灿星这才悟出小哥可能危在旦夕。女鬼在糕点店等候面包郎，他跨摩托那刻，女鬼猛地忆起自己之死，原是面包郎车祸误杀了他，为施救便逃离了现场。女鬼跨上摩托欲索命，灿星急迟滞，以身试阻面包郎的车，摩托终于破停。灿星冲上前挥出重拳，他对女鬼说：“此非所宜，否则他将化为尘埃。”答应女鬼，必让凶手承受罪行后果。经灿星劝解，女鬼卸下怨恨。灿星将凶手交至警局，凶手中受法律制裁。女鬼心愿得偿无汗流。灿星亲送女鬼登阴曹之路，遗传民间叙事：死者指甲发丝封入香囊，悬孔明灯上随风飘散，乃是冥婚之俗。夫妇急欲为女觅家婿，不觉女儿魂已徘徊身旁，女鬼却不愿与生人结合，遂向德鲁纳酒店求助。流离岁月漫长，至酒店昏倒门前，满月见女鬼倚靠灿星，心生不悦。灿星盼满月助解冥婚困境，满月嫉妒中透露婚礼成行为一解，女鬼力竭神疲。灿星怀抱女鬼入酒店歇息，满月见状更加愤怒。冥婚既定，酒店理应主办喜事，满月更图从中获利，行动迅速，婚礼现场迎新布置。灿星依情报知香囊在公园附近，四处搜寻。满月不愿灿星得手，举望远镜窥探，却见大山意外捡获乌云压顶与倾盆。大山拆开香囊见发甲，不屑玉器，却见红线缠指，红线指引下，女鬼隐线。大山惊恐昏厥，
灿星赶回，颜鬼指引见大山，大山缩脚落果背中。女鬼闻之，一时无奈。灿星电话铃声响起，接电话，女鬼之父在线，他对酒店举办女儿婚礼表示感激。灿星引二老至德鲁纳酒店，随满月抵达婚宴现场，告知其婚礼即将在此进行。二老喜悦难抑，愿出重金，只求女儿安心离去。满月握着无上限黑卡，喜形于色，如获至宝。大山惊恐，连厕所都不敢去，只得用花盆应急，连女鬼也无法直视此景。灿星对友人满怀关心，满月宣称婚礼저분들과 시글 하면 같이 가야 되잖아요. 저는 혼자 가고 싶어요. 그럴 수 있게但女鬼就能顺利归阴，有人亦将安全无虞。灿星心存疑虑，取出孟婆留下的名片，决定求证真相。孟婆透露，救援大山另有途径，需寻以亡男鬼为伴。灿星一起酒店接鬼魂，大姐引领，挨门敲响客房，一群男鬼及婚宴嘉宾席，宛若冥界的相亲节目。灿星递香囊于女鬼，以沙漏计时。女鬼挑选伴侣，关键时刻，女鬼却转身向灿星，将香囊交于他手。在场鬼魂目瞪口呆，若与鬼魂成礼，便随他们离去。女鬼愿独自一人离世，请求生者的灿星接收香囊。灿星迟疑良久，时光流逝，沙漏将尽，他终接过香囊。满月闻讯，怒不可遏，告诉灿星，女鬼并非不欲嫁，实为结婚渴望狂热之鬼。灿星惊诧，满月解释，香囊那封怨念，未婚魂魄，绝不离去。灿星方察觉恐惧，满月安抚，无需惧怕，我会再次帮你解决问题。因女鬼心中所爱正是此男，他曾是女鬼的挚爱。小美将男子引至酒店，鬼新娘换上婚纱，准备完毕。孟婆出人意料的步入，递给新娘一个神秘礼盒，强调婚姻是追求幸福之举。男子推门而入，红线缔结，两心相连。男子缓步向女鬼逼近。满月未告知的真相是，婚礼落幕，男子亦将命归黄泉。其实男子父母就是二老。女鬼逝世后，男子病床不起，父母忧虑女鬼牵走独子，无奈之下才筹办阴婚。灿星察觉事态异样，急匆匆奔向礼堂，却发现礼堂门紧闭不开。男子揭起新娘面纱，而灿星在外焦急呼喊，声援无辜男子。女鬼泪眼婆娑，女鬼露出惊悚一面。男子见状转身逃窜，但红线依旧相连。女鬼紧握剪刀，孟婆所赠能剪断情缘的神器，泪中女鬼剪断红线。男子在医院苏醒，女鬼愿望得偿，乘坐黄泉巴士迈向新生。灿星却未意识到，由于违反规则，即将遭逐出酒店，密谋让13号房客来惩罚灿星。此时他开启13号房，迈入房内，未知前方等待的将是难以忘怀的景象。自逃离后，连死神都对此客人格外关注，他对人类怀有深仇大恨。夜幕降临，加班至深夜的男子面前，电脑弹出一个神秘窗口。出于好奇打开窗口，屏幕展示一女子慢舞，女子缓缓转过头，男子细看那女子，屏幕中女问是否喜欢所见。男子感到情况异常，电脑却不受控制。突然间，屏幕双手伸出，直指男子，男子当即倒下。小美附身，察觉男子身上气息诡异，小美好奇，决定跟随探究。男子进入厕所，意图播放不明视频，却在刹那间遭遇女鬼致命身手，男子同样倒下。小美及时发现男子已被保安移走，抵达案发现场，手机成为死者遗物，手机上似有诡异气息。就在此时，4位神秘麻姑现身，误将小美当作嫌疑人。小美恐慌之际，黑衣使者及时出现，使者指出小美只是误入此局，真凶乃逃出酒店的13号客。酒店因连环命案背上责任，商讨捕捉神秘13号客的对策。视频中藏有女鬼，需男性打开链接以诱出女鬼。灿星被指派此役艰巨任务，灿星点开链接，决心解除威胁。房间空无一物，满月迅速查看手机内容，皆是女鬼构建的虚幻空间。满月调查，女鬼有选定目标传视频之法，意味着下一目标或已被选定。此时，一家3口共享晚餐时光。男子接收到一则神秘视频，提着饭碗推至隔壁房观看。视频启动瞬间，画面中女鬼凸显，13号客人之谜愈发深重。视频一开，便是死神来访，以阻止女鬼的恶行。灿星探寻其解，以了解真相。女鬼名阿飘，生前遭陷害，不慎被拍下不体面影像，然后被一众低俗者疯传。阿飘对此浑然不觉，影像一旦网络传播，他将自己孤立无援。恐惧中，阿飘度日如年，终至精神崩溃身亡。灿星获悉其悲剧，怜悯之心涌现，决定施以援手。通过姐姐得知下一目标，正是那始作俑者，将影像作为牟利工具贩卖，从中获利颇丰，现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并开设了自己的视频公司。灿星对此感慨良多。接着，他们访问该男子办公室，见办公桌上的旅行照，随手拍下几幅。男子见状急忙制止，指出此举触犯隐私，极不妥当。此时，灿星巧妙获得他手机，回到酒店等待女鬼链接。然而链接不见来信，灿星这才想到还有他法可传视频。灿星急匆匆返回酒店，而男子焦急寻找失手机，电脑突现弹窗，
一脸狰狞的鬼影映入眼帘。日刚感到不祥之感，便闭上电脑，离开办公室，却见到员工区域电脑屏幕上重现那鬼脸。男子这才警觉异常，惊慌失措的逃离。突然间，男子身体僵，额冠飘带，身着龙袍。当男人正面临死亡的边缘，4号麻姑如神明般降临，他斥责女鬼，权威震慑，施法令之消散于无形。女鬼带着悲愤与不甘渐渐消散。灿星目睹此景，心怀悲悯，他感受到女鬼的不舍与迷茫。世间空寂，恶魔于人间徘徊，男人是否真的得以幸免？他尚未明白，正义中不会缺席。一所专为20服务的酒店，月升之际，酒店迎来夜的繁华，贵宾莅临，酒店迎来尊贵之客，员工齐聚。为这一刻亲历，张满月出面亲自欢迎尊客，张书生更是跪拜以表致敬。他有生之年遗憾终于得以弥补。皇帝降临，以最尊贵礼仪迎接。超级 VIP 客房，皇帝的专属安息地。灿星见状，心生一窦。酒店上演满汉全席，尽展盛情。张书生周到，关怀备至，能侍奉皇帝一次，此生足矣。满月谨慎，以防灵气流失。灿星看不惯此等偏颇，质问满月身份与气质。皇帝之名，满月竟无言以对，一句话让灿星哑口无言，催促其早退。客人登记后，揭示皇帝名为李炫。满间好奇，李炫何许皇帝？贤众揭示真相。网络有答案，原来李炫荧屏虚构人物，历史未记此名，演员房太宇而已。所谓皇帝，不过是未进梦的演员。故抵达德鲁纳酒店之地，满月感到尴尬之极，转而将怒气向灿星泄露。灿星了解真相后，决定助房太宇圆梦。灿星与满月同往片场寻机会。满月偶听现任李炫演员通话内容，得知其演技遭受网络猛烈批评，他甚至想放弃丰厚片酬退出。满月对高额片酬心生向往，遂构思一计双赢之策，既可获利，亦助房太宇实现心愿。满月随即扮作王后模样，诱男主至僻静角落，以房太宇之魂使男主附身。房太宇在男主体内重生，瞳色一变，气度非凡，仪态万千，尽显高贵。附身者自带威严之风范，举止间流露帝王风范，演技激增，获尽赞誉。灿星亦不禁竖起赞许之指。男主寻找满月，请求其持续提升自己演绎，承诺以片酬作为回报。太宇于男主身负，顺利摄影，遂圆终生梦想。满心欢喜离去，灿星结束使命，乘地铁归途。同时另一幕正在上演，死神正领一老人渡向彼岸。老人有牵挂，忧心忡忡。老人灵魂穿门而过，犬儿似有所觉，谨守王主。麻姑神恰巧经过，请求死神开恩。死神中开房门，犬守死侧，不愿孤行。灿星次日路经此地，见老人手持鲜花，始知其源。老人已得神仙眷顾，阴界之车缓缓驶来。老翁正欲登车，犬吠升起，但老翁未曾察觉。灿星目睹这一幕，急忙示意驾驶务急启程，随即开启车门向老翁通报。老翁听闻，急忙走下车，并温言对犬儿说：“此非君之归处。”犬儿见翁欢腾不已，狗儿始终未离翁左右，即便饿毙，亦欲守护翁侧。老翁抱起犬儿共乘车离，二者在尘世间消失无踪。此人所至，尽是流水，连杯中水珠也悄然溢出。不久前在九归途遇见鬼景，便停下脚步凝眼观瞧。井旁白发男子静坐，满月察觉此人非凡，点头施礼以表敬意。男子寻月知客栈所在，满月承认己是客栈主人。男子自称大洞井之神，满月未曾邀请其入客栈，清楚客栈现鬼不纳神，纵有求助亦无法援手。满月独自步行离去，井神深邃注视着满月的背影。满月未觉井神已至客栈，灿星误以为是归魂欲迎接，却不知将引发何种灾祸。灿星见地面水迹，误以为水鬼作祟，井神穿体而过，灿星遍体湿透，险些溺水。灿星目瞪口呆于所发生之事，接下来的场景令客栈鬼魂骇然。满月探寻会长生前宝藏，杯中水悄悄溢出，他立刻感到不妙，冲至大厅一瞥，见客栈内外积水汪洋。满月困惑何物造访，大姐宣告非鬼非人，乃一位貌似年轻的神明。满月恍然大悟，想起遇见的井神，纳闷井神如何潜入客栈。目睹湿透的灿星便顿悟原委，随后对灿星进行了严厉的告诫：神奇若离位，世间秩序颠倒。此时酿酒厂的酿造陷入停滞，因水源竟然枯竭，井水一消逝，酒店变成了一处溢水的洞府。员工忙于清理积水，送走神灵远比请来困难。满月指出2种驱神之法，自行离去或以活人祀奠，两者皆显不现实。大姐透露，井神遇见真人，此人非灿星莫属，送神之难，虚人祭奠，既是灿星所请，他决心亲自解决。灿星走到813号房，敲响门扉。满月担心灿星安危，急忙前往阻拦，却无法开启房门。灿星见状，面对将哭的井，高呼井神之名。井神表达在客栈的快乐，不愿返井，并坦白是恐惧驱使他逃离。因人类无尽的索取，井将枯竭，他不愿被人类诅咒，只得先行逃避。井神随即降临，银发飘扬，眼含犹豫。
灿星被其神态所触动，景神轻盈落地，声称是无奈之下才来到客栈，流离失所。景神将魂魄封于葫芦，托付给灿星，求助于他寻觅新的栖息地。为答谢灿星，景神决心显现他内心最深的恐惧，那便是灿星害怕失去满月，无力改变现状。满月在井边静候，不久，他们为景神找寻到新泉源，轻轻地将葫芦投入水中。景神显得对这新家颇为喜爱，水面随即迸发出一股喷泉。同时，小美与贤仲带着一车货物正往客栈返回，途中一辆车擦肩而过小美，车内女鬼目光紧锁小美，随后小车加速至前方，而女鬼紧贴后窗向小美伸出求助之手。贤仲忧心小美安全，急忙遮住她的双眼，但就在此刻，收音机里传出女鬼的声音。小美出于善意，决定伸出援手，只是司机追赶前车以查明真相。在夜色中，汽车驶入森林深处，司机猛地看到前方身影，紧急刹车，却不见人影。小美跟随贤仲指示的方向望去，果见一男鬼似在引导他们前行，车子此时却无法启动，司机只得寻求帮助修理。他们沿着男鬼指引的路前行，未走几步，小美被绊倒，发现是一件死者衣物。意外的发现，此处不止一个游魂。令人愤怒的是，他们皆为同一凶手所害。随即贤仲报案，次日警方到达现场，发现多具遗体，言语负责调查此案。这时，小美已将所有冤魂引至客栈。大姐与金书生面对此景无言。小美请求满月协助冤魂申冤，声称目睹了杀手的侧脸，并拍下了可疑车辆的牌照。满月却劝其勿多管闲事。新闻已经报道，相信警方会公正处理。新闻播报着野山发现多具遗体，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。志源在停车场停好车时，收费员正沉迷于手机。接着新闻里就报道了联系新闻推送，他的脸上隐约闪过一抹难以捕捉的慌张，他仍旧困惑于如何抵达此地。刑警言语正查明患者身份，监控未捕捉到打电话的人影，他们戏称这是鬼魂所为。而另一方，这名男子正通电话寻找其失踪妻子，走向自己的车辆，却见后备箱未完全关闭，打开后备箱，震惊地发现妻子尸体。在他惊恐失措时，警方接举报赶来，将他围捕。这一幕被躲于暗处的志源目睹，原来他正是举报者。连环凶案的嫌犯被捕的是那个连环杀人案发起的谈论。新闻迅速传开，报道称嫌犯在杀妻后被举报。小美对新闻中的报道表示怀疑，认为真凶并非报道中的这名男子。她记得那天的司机更为瘦弱，推测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凶手此刻正销毁相关证据，意外发现小美曾跟踪自己的车，怀疑是他报案，开始疯狂搜查小美身份信息，最终找到了小美弟学校，向同学打听关于她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言语和同事分析案件，他们发现一个网站上有可疑更新，上面有人恶意诽谤死者。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困惑，因为所谓的罪犯已被逮捕，却仍在网上频繁活动。他们推断凶手或是他人。小美借助新闻恢复记忆，发现新闻中的嫌犯与自己见过的大相径庭，坚信他不是真凶，召集死者幽魂。根据鬼魂描述，小美勾勒出了凶手的肖像，向灿星透露了可疑车辆的牌照。次日，小美携带嫌疑人画像前往学校，横穿马路时，一辆车猛然驶来，司机紧急刹车并连忙致歉。小美只是匆匆一瞥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她确信眼前之人正是搜寻的凶手，而车内同坐的是之前向她求助的女鬼。随即拦下出租车，紧随其后，但她并未意识到这是凶手精心策划的陷阱。小美下车后，立刻给灿星通了电话，声称已追踪到凶手的车辆。灿星接到消息，急忙赶往现场，见到小美手中画出的嫌犯肖像，竟与自己的同窗薛志源相符。于是灿星嘱咐小美回家，承诺会进一步处理此事。他前往薛志源的住所，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，四处搜寻却不见人影。在见到某张照片后，更坚信这人就是自己的同学。他在此处邂逅了被害女鬼的灵魂。恰在此时，薛志源神秘的出现，询问灿星如何找到此地。灿星称是朋友的线索，仅出于好奇前来探访，未曾意识到薛志源已洞悉一切。灿星提议久别重逢的同窗不妨共饮几杯以庆祝，薛志源便去另一房间取酒，而女鬼静了一旁，质问是否是他害了那人。薛志源手持红酒归来，却惊见灿星竟潜入其密室，紧跟其后，意图对灿星下毒手。灿星当场揭露了他的罪行，随即俩人扭打起来。他自问，为何大姐你不伸手援助灿星？而此时满月在酒店焦急不安，因联系不上灿星。就在这时，贤仲急匆匆传来噩耗，满月急切追问详情。原来自分手后，小美始终担心灿星独自追凶，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。她赶至薛志源住所附近侦查，目击医护人员正抬人上救护车，猜想凶手可能害了灿星，遂电话告知了贤仲。消息传开后，大家皆感震惊，心情骤然变得沉重，特别是满月感受到晴天霹雳。此刻，酒店的大门缓缓开启，灿星走了进来，众人皆以为他是作为客人而来。满月含着泪水轻抚他的面庞，惊喜地发现他依旧安然无恙。悲转喜，他忍不住责怪贤仲，怒气冲冲地追打他。
众人纷纷从悲伤中恢复过来，随后喜悦地与灿星景拥。灿星向众人解释，他早已意识到薛志元的危险性，便事先通知了警方。警察早已在他家附近埋伏，听到异动，他们迅速介入控制了局面。薛志元在绝境中选择了自尽。你们小时候或许听过长辈说，学校建立在旧目的之上。学校图书馆传出闹鬼的故事，传言是因一本富有鬼魂的书。这两个女生不信邪的心态，硬要亲自验证真假。他们找到了那本书，甚至还想录视频上传到抖音。他触摸那本书的瞬间，却发现无法取下。只见一双怪异的手紧按着书本，同学的笑容逐渐消逝。手机录像中突然显现了女鬼的身影，随后同学被吓得当场昏厥，女鬼又将书恢复原位。奇异的是，她并没有继续恐吓他们。第二日，灿星和满月得知图书馆闹鬼，决定将这鬼魂请至德鲁纳酒店。他们调查后得知，这本书是一位已故校长不久前捐献的。女鬼不愿离开书本，显然书中藏有某秘密。他们站在这本书前，满月担忧女鬼不会因他而现身，遂隐匿到一旁。当灿星伸手去取书时，女鬼如预料般再次显形。她表达出对他人触碰书本的反感，并希望灿星能销毁书中的物品。灿星表示，若要这么做，必须先取下书本。女鬼这才松开手，打开书本时，几张旧照片映入眼帘。最后一张照片令灿星目瞪口呆，他抬头望向女鬼，女鬼吐露不愿人知其有子之事，认为孩子是他耻辱之源。满月不前，将书归回原位。随即女鬼隐没无踪。灿星缓缓吐露难以置信之言。满月面对灿星不知所措。灿星自述幼时便未曾见母，对父一无所知，母亲何时寄出照片不得而知，更未知其已与世长辞。满月见灿星痛心，却无从慰藉。满月归德鲁纳酒店，询问员工灿星亲朋，无人能答。满月决意解开灿星心结，重返图书馆。手执书时，女鬼再度显现。满月告知女鬼灿星及其子及其悲伤之情。女鬼领悟后，同满月至酒店。满月发信息召灿星，告其有特别客人待送行。灿星遇见母亲，言语难启，母子相逢，止于歉意，甚至临别未多言交流。母与子今生缘分已尽。男人电话告知婚讯，女友遥远异地，满身鲜血。手机信息传来意外讯息，他匆忙离去。珍妮凝视眼前未及准备之物，痛苦不已。灿星即归，目睹大山整理行囊，预备赴沪，透露珍妮沪上遭逢车祸，他急速驶向目的地。灿星回首瞬间，目睹珍妮鲜血淋漓的身影，方知女友遭遇不幸。女鬼返回大山住处，灿星紧紧抓住即将离去的大山。大山对此一头雾水，他向大山透露珍妮之死，大山怎样也不愿置信。灿星仰望月食之夜，筹划让二人相见。月食之日，德鲁纳酒店现世，让生者得见亡魂。灿星牵引大山至酒店，对前台员工吩咐，待会女客需整容，以免惊悚，引领至屋顶。二人刚至，女鬼紧随其后，抵达屋顶。灿星揭露酒店之秘，并告珍妮已离世。大山依旧难以置信。珍妮现身，二人眼神交汇，大山这才确信灿星所言。珍妮缓缓向大山走去，她深表歉意，未能兑现彼此之约，因你而曾感到幸福。月食尽头，珍妮在大山怀里化为虚无。灿星见大山悲痛万分，却无法提供慰藉。他回忆灿星曾言，死亡不是终结，灵魂常在，指那些被害亡魂环绕其侧。他初不信然，但随后的场景迫使他信服。病房中患者通话，被其一棒击倒，手机被夺。登上天台，此刻灿星接警方来电，赶往医院屋顶。男人目睹灿星的到来，询问灿星是否真有鬼魂存在。灿星肯定守护者一直伴随左右。此时满月亦在灿星旁，虽不可见。男人称自身境遇皆因对方所赐，扬言若有鬼，他愿成复仇恶鬼。言罢，男人斩臂，纵身一跃。灿星急忙下楼，发现男人已无生命迹象。满月拾起死者手机，发现满是对灿星的言辞。突如其来，男人化为怨灵归来。死前他以生命誓言纠缠灿星，吸纳他人恶念，转每次都无法下手的魂魄回来，化为力量。满月决心将来必碎尸万段。男人嘲讽自己将更加邪恶强大，随即消失于虚空。满月目送恶鬼安然离去，为灿星担忧。为捉拿男鬼，满月与死神交易，他答应帮死神追回一魂，死神则允诺将男鬼魂交于满月处理。死神欲追回的是孩童之魂，父母为延命不惜重金购生命线。父母苍老，因早已赠子以生命之线。你信鬼神故事吗？该男子深信不疑，于是从高处一跃，命断当场。他果然化作怨灵复返。他拒绝接受法治惩处，一心只想置灿星于死地，甘愿结束生命，为复仇化鬼。因有满月护卫灿星，他遂起意从灿星有人着手。夜晚潜入大山居所，煤气灶忽被点燃。大山在客厅突兀不得订婚戒指所在，匆匆复出寻找，手刚触及戒指，薛志元之鬼影巧现身后，死神返德鲁纳酒店，将此事告诉满月。满月为大山带来烫伤药膏及驱邪香，嘱咐各室都需点燃，避免暗处停留，那里是恶鬼藏身之所。此刻恶鬼紧盯着美拉，美拉在影院等待现男友言语。灯光骤灭，
恶鬼在角落凝视不已。灿星与满月获悉美拉险情，急忙赶来救援。美拉却安然出现，抱怨男友爽约才离开。灿星误以为恶鬼位置，美拉却提及有人在背后说哈喽。满月与灿星意识到恶鬼潜伏影院，言语如期赶到。满月与灿星到场，目睹恶鬼冷笑。满月顺步至鬼侧，却让其再逃。同时，一男孩持自绘的德鲁纳酒店图寻至此，称梦见王母指引，母亲或在此酒店，欲寻母影而来。崔夫人见活人童子大惊，急召灿星带离，很可能就回不来，却在外无孩子踪影。灿星向宾客询问，得知孩子已向阴界之路去，他立即追寻，由于通往阴界之路，但为救孩子不顾一切，直冲入阴界。自恶鬼影院逃逸后，凡事恶行连连。黑衣死神欲捉恶鬼，请求灿星协助诱出，未料满月误将灿星视作宿敌转世，赠恶鬼怨念之簪。恶鬼将吸取簪内怨气，将变得无比强悍。死神与灿星寻至满月处，筹谋捉拿恶鬼之策。那刻，满月向灿星透露簪子事，灿星震惊不已。死神警告，若恶鬼吸取此力，满月将面临无尽之苦。他急忙启程寻恶鬼，欲夺回簪，保护所爱。酒店陷入一片漆黑，蜡烛熄灭，审判神降临。审满月过错，灿星赶至麻姑神处求解。麻姑神接满月误会真相，得知误解，灿星是必寻回簪子，以此消灭对满月之罪证。男人曾下诅咒，怨声四海。恶鬼寻至，操心施恶，灿星降临，一掌唤醒男子，令其远遁。恶鬼随后现形，簪子怨念所增，力量悍不可挡。灿星遭一掌击飞，恶鬼步步紧逼，灿星灵机一动，弹言识战术，宣称月生之客，持簪者必挥。恶鬼迟疑，思满月守护之身，簪子之谜。见灿星言不虚伪，恶鬼动摇，抛掷簪子。灿星见机，扑前夺簪。恶鬼方悉受骗，正欲终结灿星之计，德鲁纳酒店捉鬼队耀眼登场。恶鬼惊慌失措，转身撤离，有力双手紧紧锁住了恶鬼的喉咙。正是死神大人英姿飒爽降临，一试锁喉技巧妙捉恶鬼，随即被带往酒店安置。房客经理向恶鬼透露客人会面之事，引恶鬼至7名遇害者房间。恶鬼面对亡魂，惊恐后退，门已紧锁，无处可逃。此人生前恶行累累，死后亦为鬼渣，终尝恶果，罪有应得。而在他处，审判神正预定满月罪时，灿星急匆赶至，带回发簪，挽救了满月，并揭示前世仇敌尚未轮回。随后满月草拟邀请函，邀请往事恋人言语与情敌美拉共赴酒店之约，经书生亲手调制，可见前世记忆之久。昔日真相见露，美拉之父意图根绝满月，言语得知真相后，为救满月，甘愿自缴官兵，以命换取满月安全。满月终悟当年真相，是清明与言语共谋之局。此刻麻姑神告知满月，清明早已守候，期盼赎罪。满月呼唤清明，闪烁的萤火虫渐归宁静，清明化作萤火虫，英俊的现身。满月致歉，自责误解清明，祈求他释怀。言罢，满月双手张开，象征自己的头巾化作尘埃。清明化萤火虫，光芒暗淡。麻姑神宣告，清明无法下阴间，满月必须亲送清明一程。他们共踏奈何桥，1300年的守候终成永诀。月灵树枝叶逐渐凋零，满月的阴间之旅即将开启。一位男性房客莫名其妙的出现，房客长惊见竟是自己身上之仇，对方正是他怀恨在心的宿敌之子。未见仇家绝嗣，他甘为鬼魂200年。孕妇临盆将至，孤身一人，他的亡夫鬼魂在外静静守望，他焦急万分，却无计可施。妻子大出血，情况危急，这恐怖的场面让他惊慌失措，急忙返回亡灵酒店寻求援助，将妻子分娩的事情告知房客长。房客长听闻，内心暗自得意，眼前这男客即是仇家后裔，那位出世婴儿是仇家最后血脉。他昔日引家长房媳妇，因生女遭轻视，其夫又新欢怀孕。家族常言，女儿八字凶煞，威胁尹家男丁必须牺牲女儿，尹家才能子嗣绵延。房客长女儿遭囚禁，饿死于冷室，这打击令房客长精神崩溃，风旺之态恐损家生。族人遂决定杀害他。临终之际，房客长诅咒，志在见尹家绝嗣。此刻机遇巧然降临，只要不让婴儿降生，200年仇恨得以了却。但孕妇的呼救与保护孩子的愿望，唤起房客长往昔的无助与绝望。他终于心生怜悯。满月对房客长的转变感到震惊，紧接着孕妇紧急送往医院，房客长归于酒店。灿星归来，喜报母子平安，房客长心中波澜渐平，做出此举实属不易。房客长之死，仇家未息，他们竟亵渎他女儿之墓，不惜亵渎遗骨，以图子嗣。仇家的无情极尽过分，房客长化为怨灵，是灭族中仇人。幸而死神及时驾到，否则他将涌现怨念。200年在德鲁纳酒店的守候，只为见尹家一脉绝绝。然而最终仍旧手下留情，不忍让他人感受失子之痛。这位蓬头垢面老妪扮演穷神，他一出现便带来无尽贫困。这位时髦女性化身财神，与他握手，财运随之而来。黑衣女人则是审判之神，她专断人间罪恶，
而这位老妪乃是麻姑神，在神中意识领袖。此时他需要灿星穿越回200年前，获取月灵草一支。灿星一听得见往昔的满月，立刻答应了请求，叮嘱他万不可品尝一时之物，否则将无法归来。灿星绕树1周后，发现了神秘之门，推门而入，跨越时空，抵达了200年前，目睹了金书生与新晋的房科长。他继续深入，回首见到深爱的满月。那时的满月未识灿星，灿星自述：来自遥远之地，现在的你尚未与我相识。灿星呼唤满月之际，满月误以为是讨债者。原来200年前，他沉溺赌博，与赌徒为伍，并与鬼魂结伴行，牌桌上屡屡作弊，满载而归，被麻姑神识破。为惩戒之，派出穷神入住旅店。他的到来令旅店债台高筑，资产尽失，无所作为，一财流如水。然而灿星提及与麻姑神友好，满月立刻改弦更张，随即后代以美酒佳肴，满月便称赌博为服务客人。然200年后之客揭穿满月谎言，满月其灿星驱逐穷神，灿星告知神不可驱逐，满月忧旅店将毁。灿星言辞又点燃希望，满月视若穷神离去，绝不再觅金钱。灿星走至穷神侧，自称麻姑神派遣。穷神对此惊讶，灿星怨满月遭遇转机，不忍见其劳苦，唯其对战神奇。灿星出示其意，最终灿星胜出，穷神遂离。满月喜出望外，宴请灿星答谢，并欲其留为经理。酒杯举起，灿星踌躇，满月不知其所言爱人及未来之己，采摘庭中月灵草，返回原路。汽车缓至，月灵草交于麻姑神，麻姑神报佳音，急奔阴间路口，众人紧随其后。相见满月，灿星心潮澎湃，警报于众人中，庆祝满月归来。抵达大山旅店用餐，灿星透露这里的客人非凡人，仅资深幽魂得以显形。大山对此大为震惊。饭后灿星提议一同拍照留念，在喜悦的氛围中铭记着这最难忘的时光，笑容背后是对离别的依依不舍。满月中决心赴阴间，灿星目送挚爱远行。